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上一期和大家分享了我对西西体育规划的一些目标，那么接下来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对于西西体育项目发展的路径。我前后也是和很多教练还有专家讨论了很久，最终呢把针对上次目标形成的路径进行了总结，基本上围绕4个主要阶段、5个主要板块展开。那4个发展阶段呢，主要是以孩子的解剖学和生物学年龄为分界，分为运动启蒙、运动能力形成、专项化训练和高水平表现这4个主要阶段。那5个板块呢，主要是以基础体能、专项体能、技能战术、营养康复、赛事比拼等等方面的能力。基础体能主要是指发展孩子力量、速度、耐力、平衡、灵敏、协调、柔韧、空间感知这些能力，在所有的运动项目中都会有所涉猎。比如我拿到西西的训练计划的时候有一个动作的训练就很有意思，就是西西做完滚翻之后需要根据教练的一个声音位置，闭着眼睛奔跑到教练那里。刚开始呢，我就很不解，我说为什么要练这个？教练说你想象一个场景，在球场上传球的时候队友喊一声，你就需要精准的确定它的位置，并控制脚把这个球准确的送出去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涉及到空间的感知能力和对身体肌肉的控制能力了。他举了这个例子以后呢，我就瞬间明白了。那再比如我跳水的时候除了对核心力量有要求外，对于空间的判断也很关键。我们要根据自己空中翻腾的速度和高度，精准控制打开的一个时间。那过早或者过晚呢，都会影响入水效果。所以这些基础的体能，尤其是平衡、灵敏、协调、柔韧这些，需要在孩子比较小的时候打下好的基础。专项体能就顾名思义了，主要是根据具体项目的不同，而对特定的体能和肌肉群有针对性的训练。那技能战术呢，也是一样的，用来提高孩子在某个具体项目里面的一个表现。不过这个部分呢，西西在10岁以前是不会涉及到，需要等到西西确定了项目之后再说，我就先不展开讲了，要不然这一期的视频就太长了。接下来就是营养康复了，因为以前在国家队就是被照顾得很好，为此我还专门请教了我们的营养专家。青少年运动员和成年运动员的膳食结构呢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。青少年运动员因为身体还在不断的发育中，所以他们要充足的碳水化合物、大量的瘦蛋白和健康的脂肪，这些都会帮助青少年获得运动能量，同时帮助肌肉从训练和比赛里恢复，同时塑造强壮有力的肌肉和骨骼。不过这个板块呢，要说起来也会非常复杂，回头我单独录制视频和大家分享西西的成长餐好了。好了，你看新的选题来了是吧？我感觉这一期内容呢挖的坑真的是比较多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会一直做好记录，同时分享给大家。最后我想重点聊聊的就是比赛的参与。先说结论，经过我和陈哥的讨论呢，他说西西作为非专业运动员，就不要在青春期之前参加正式的比赛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他在6到10岁参加的所有比赛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有很多小朋友本来很喜欢某个项目，但是因为比赛这种胜负带来的这种压力，让他们把之前乐此不疲的训练变成了例行公事。尤其是很多爸爸妈妈的好胜心，希望孩子在所有年龄段都要赢，从而为他们制定了难度很大的训练计划。一旦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，可想而知后果是什么样的，而且还会大大增加他运动损伤的风险，十分得不偿失。拔苗助长的结果往往是欲速则不达，所以爸爸妈妈们，咱们别急，别让孩子的眼睛里没了渴望的光辉。好了，目标有了，路径也有了，接下来我会定期和大家一起分享西西的训练内容，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视频哦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